是日本乒乓球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一战，伊朗男乒竟然把小日子男乒打了个3-0剃光头。这喜大普奔的一幕不仅把场内的气氛烘托到了顶点，还把隔壁刚输了1球的龙队给搞懵了。什么情况？我这丢1球，你们怎么这么高兴？更杀人诛心的是，场内观众巨大的尖叫声，伊朗选手可能听不懂，但这位祖籍四川的日本选手可是听得明明白白。就连一向以稳重著称的中国男乒，嘴角的微笑也破天荒的没压得住。很多人可能不清楚伊朗男乒赢了日本是什么概念，这么说吧，就相当于国足3-0送巴西回家，张伟打官司赢了罗翔，徐辉跑100米赢了苏炳添。你也别问我徐辉是谁了。那么比赛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日本队遭受了如此耻辱的一战呢？现在就让我们回到比赛现场一探究竟。这场比赛是杭州亚运会乒乓球男团1/4决赛，由日本男乒对战伊朗男乒。说实话，日本男乒赛前可能压根就没把伊朗男乒当回事儿，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想在决赛中挑战中国队，而伊朗则被他们当成决战中国队之前的开胃菜。因此，日本男乒主力张本智和主动请缨第1位出战，他要给下面的小兄弟们打个样。比赛开始后，剧情一开始还是按照日本队的设想进行的。张本智和凭借强大的正手位进攻，轻松击败伊朗选手阿拉米安，以11-8拿下第1局。要知道，张本智和的世界排名是第4位，而阿拉米安的世界排名仅仅位列第208位，两人的实力差距理论上是非常大的。场边的日本队员也显得异常兴奋，这里截个图，等会儿有用。紧接着第2局比赛开始了，小张本继续盯着阿拉米安的正手位进攻，因为阿拉米安的左手7年前患上了神经疾病，手臂出现了麻痹和肿胀，因此他在比赛中都会采用反手击球，这也给了小张本可乘之机。虽然张本呢这么做尽管不体面，但也不犯规。就在小张本幻想着3-0拿下第1轮比赛时，阿拉米安却用反手打出了令人惊艳的表现，不仅成功接住了张本的一波波进攻，并且成功以11-5反杀了张本。比赛来到第3局的较量，这时张本放下了开始的傲慢，比赛也开始打得有来有回，比分一直交替上升，一路来到了15平。最终还是张本智和技高一筹，拿下了第3局比赛的胜利，大比分来到2-1。比赛来到第4局的角逐，开局后，伊朗选手连续利用反手进攻得分，硬生生压制住了张本的进攻势头，很快以9-3领先。要知道，张本智和是日本乒坛近些年为数不多的天才选手，这局被打成这样也是够难看的。在随后的几个回合，阿拉米安并没有给张本智和太多的得分机会，很快以11-6扳回一城，大比分来到2-2平。张本智和赶紧用毛巾擦了擦脸，表示问题不大。比赛来到了决胜局的较量，决胜局一开始，张本智和打得非常兴奋，一度以7-3领先，他再次像开局那样大喊辣椒，但接下来的剧情却没有按照他的设想进行。很快，阿拉米安凭借反手的攻势将比分追至7-7平，随后两人陷入殴战，比分来到10平。张本智和怎么也想不到，世界排名第4的自己怎么会被世界排名208位的选手逼到如此绝境。然而就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，阿拉米安很快将比分改写成15-14，比赛来到赛点。随着张本智和回球出界，阿拉米安拿到了团体赛第1回合的胜利，伊朗队大比分1-0领先日本队。接下来我们停止解说，来听一下现场观众的反应。我想现场观众一定是被伊朗男乒百折不挠的精神给感动了，才会爆发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欢呼。你看这2位小姐姐笑得多开心，看个比赛居然上了热门，张本智和气得脸都僵硬了，和刚开始简直判若两人。反观伊朗选手则在一旁吃香蕉喝鸡火，硬生生把比赛打成了主场。再看日本队其他队员的表情，简直了！哎，刚刚截的图哪儿去了？让我翻出来对比一下。但好在这是团体比赛，后面还有几场比赛，日本队还是有机会翻盘的。第2轮比赛，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沪上隼辅，伊朗则派出了老将阿拉米扬。有意思的是，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，日本队再次以2-3输给了伊朗队。现场观众很识趣的再次爆发了震耳欲聋的掌声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沪上隼辅刚上场时的表情，笑的那叫一个开心。再看一下比赛结束后的表情，这对比真酸爽。这下的日本队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最后一位上场的吉村真晴身上，这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这一轮双方再次战至2-2平，最后一局还是原来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。小日的选手再次以2-3输掉比赛，伊朗选手激动的倒地庆祝，现场观众甚至站起来鼓掌庆祝。本来这就够搞笑的了，没想到隔壁国乒组的反应直接让人绷不住了。大家注意看梁靖昆的表情，那是真的憋不住了。好了，这场比赛就给大家解说到这里，关注高哥不迷路，高哥带你上高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